赵翠花，你个贱人，你居然敢状告亲哥亲嫂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赵有福，将你婆娘拉开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哼，在古代不忠不孝乃是重罪，可是这个叫赵小驴的人不但将自己的父母告上了法庭，甚至还对其大打出手。更诡异的是，屏幕前的观众见了，却拍手叫好。姑父，这婆子都对你老婆开大招了，你还在那讲究什么男女大防呢？你个孽种，不知道谁亲谁后的畜生！老娘真是白养了你20年，才让你和别人合起伙来欺负自己的亲娘。哼，你最好搞清楚，我跟你到底是利用关系还是亲缘关系。大人，这赵小驴虽与我等断了亲，可也毕竟有血缘关系。且不说此次状告我们原因如何，单就不孝之举就该当诛，请大人严惩此等不忠不孝之徒。哼，你是在教我怎么做事？草民不敢。来人，将咆哮公堂者拖下去打10大板。大人，民妇知错了，求大人开恩，求大人开恩啊！大人饶命，老婆子她是被气到了，并没有藐视公堂的意思啊，大人。哼，本官还在这里，他就敢如此撒泼，这还不是藐视公堂吗？给我打！大人，我错了，求您饶了我，我真的错了的。原本喧嚣的公堂下一刻便被一阵杀猪般的惨嚎所取代。在场众人见到眼前一幕，心中各怀心思。赵小驴冷冷地看着趴在地上的赵氏，眼神中隐隐流出一丝快意。然而这一幕落在心思缜密的高思源眼中，却让他忍不住微微抿起了嘴角。小子，还说你是这赵氏所生，哪个儿子见自己亲娘被打不怒反喜的？小驴，你求县太爷，快别打了，不然要出人命了。姑姑，人只能自救，你如果再这样下去，谁也救不了你。赵氏为什么敢当着大伙的面和你撕扯？就是吃定了你和姑父不会还手，你难道一辈子都要让他欺负吗？哼！这次要不是我出手，你大儿子小旭的家就散了，而他下一次再来时，散的就是你们这个大家。可是，翠花，小驴说的对，咱要看清谁才是咱的亲人，不能干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了。这次要不是小驴，你就永远见不到你的小孙女挠挠了，这对咱大儿子小旭公平吗？我娘从小告诉我，大哥永远是我的后盾。大生，难道我真的错了吗？赵翠花，你个不得好死的贼婆娘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小驴，姑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谢谢你。赵有福、赵氏、刘大生夫妇状告你们2人讹诈了他们50两白银，可有此事？大人，赵翠花和孙秀娘母子合伙拐卖了草民的小女，草民和贱内才去找他索赔的，并没有讹诈他们的银钱。赵翠花不可置信地望向赵有福，此时那所谓的大哥一脸恨意的神情，让赵翠花原本就被撕裂的心再次狠狠一颤。直到此时此刻，他才真正明白自己一直坚守的这份所谓的亲情究竟有多么可笑。大人，民妇乃赵雪的姑姑，又怎么会伙同他人拐卖自己的亲侄女？还请大人明鉴。赵有福，你可有证据证明赵翠花参与了你女儿赵雪被拐一事？启禀大人，如果不是赵翠花诱骗我女儿，怎么能去学刺绣？偏偏拍花子也正是那绣娘师傅，如果不是合谋，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？偏偏只丢了我女儿赵雪。对，就是你和其他人合伙拐走了小雪。赵有福，你别血口喷人，翠花是你亲妹妹啊，你怎么能这么冤枉她？大人，想必何不快已经对你说过从山泉村了解到的情况了。赵翠花作为赵有福的妹妹，不但时时拿银两接济他这个无能的大哥，每次回娘家都会给几个孩子带礼物，10几年算下来，光花在赵有福一家身上的银两就不知几何了。卖那赵雪才几两银钱，这种赔本买卖但凡带点脑子的人都不会做啊。心思缜密，说话条理清晰，这可不是一介草民能做到的。小子，看你准备瞒到什么时候？既然你们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那这样吧，和捕头，你带2人快马加鞭朝京城方向赶，若能碰上押送孙秀娘母子的囚车，便让他们娘俩再想想是否遗漏了某个同伙怀东。你再去一趟山泉村，跟村民仔细核实赵小驴所说是否属实。两边没有确切消息传来之前，赵有福、赵氏你2人作为被告，就暂时先押入大牢，等两边核实完之后再做定论。赵氏一听自己要被押入大牢，急忙翻身跪起来，刚刚那副被打得半死不活的样子完全消失了。我不要进大牢，我不要进大牢！大人，民妇错了，是民妇说了谎，赵翠花并没有拐卖赵雪，民妇认罪，求大人开恩，不要让民妇蹲大牢啊！大人。赵有福，你呢？赵翠花没有拐卖草民的女儿，草民认罪。赵有福、赵氏讹诈刘大生、赵翠花夫妇50两银子一事，确凿无疑，现2人即刻归还银子。
令赵氏夫妇诬陷他人，藐视公堂，拘留10日，罚款10两，以示惩戒。了却心事，为赵翠花讨回了公道。赵小驴不再多留，一路赶向家中。他知道小妹还在家中为自己担心，豆豆也在等着自己。家的温暖如同心灵的召唤，更如风筝的线，牵引着他星夜兼程，踏向心灵的归处。娘，是爹爹，爹爹回来了。刚到家门口，一道小小的身影雀跃着奔向自己，而那道身影的后面站着的正是一脸含笑的凤小妹。姐夫，你回来了。这2天我姐一直担心你，人都饿瘦了。啊，做你的课业去，瞎说啥？姐，今天可是祭月啊，你就不能让我玩一会？赵小驴一愣，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祭月的日子了。祭月也就是后世的中秋节，一家人团聚的日子。今天祭月啊，瞧我都过糊涂了。小安祭月你怎么不回去陪你爹娘，留下他们2个老人在家多冷清啊？我娘说，祭月之日家人越多福气越多，所以他们让我过来，这样你们一家的福气就能多一份。自穿越而来，遇到这样一家人是赵小驴的福气。妻子贤惠温婉，丈人通情达理，厚爱自己。在凤家人的心中，自己就是他们的家人。中秋节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，既然是团聚的日子，那一家人就一定要在一起。小妹，你准备一下材料，我去接岳父岳母。祭月仪式要等到亥时，时间还来得及。别去了，天色已暗，路上不安全。望着凤小妹眼中一闪而逝的喜悦，赵小驴怎会不知她也想把爹娘接来？但这个女人更担心自己的安危，所以才会这么说。放心吧，今晚月色很亮，不会有事的。姐姐，姐夫愿意接爹娘过来祭月，可见是将爹娘当成一家人了。他真的变好了。星月之下，望着那道远去的背影，凤小妹笑了。她没有告诉风小安的是，这个男人不是变好了，而是一直都很好。而另一边，凤家的院子里已经放好了桌子，桌上摆着2盘月饼和1盘苹果。二老静静地坐在桌前，头顶星月璀璨，只不过2人的身影在月光下显得有些落寞。老头子，你说小妹和小安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呢？谁知道呢？也许他们正在忙着祭月的事呢吧。看时间也快到亥时了。我说你这老婆子也真是的，小安中午都已经回来了，你却偏要把人打发走。如果小安在家里也能稍微热闹一些。现在好了，咱们2个老家伙在这里干瞪眼。你懂什么？哪家祈福的人越多，天上的神仙就越容易听到他们的声音，也就会给那家降下更多的福祉。咱们2个老东西要那么多福气做什么？小妹他们正年轻，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让小安去他姐家和大家一起祈福，这样他们得到的福气才会更多。那你现在又哼哼个啥？我说你这死老头子干啥非要和我呛？我想孩子们了，见不着还不能念叨2句了。岳父岳母，您二老这是已经开始赏月了。小驴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接您二老过节啊，祭月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，少了您二老的祭月不算家人团聚。西风着意送归船，家境总欣然。去日梅开烂漫，归时秋满山川。京华镌刻难堪机丝，历尽绸边。寄予横娥休笑，月圆人亦团圆。江公子，咱们怎么办？为了垄断这丰台县的青菜，我可是借了100多两的高利贷。如今他赵小驴从别的县城收青菜，那我收的那1万多斤岂不是要烂在手中？这事要是被我婆娘知道了，得活活扒了我的皮啊！李兄莫急，为今之计只能劫了赵小驴的那批货，带我去找些帮手来。这样他就不得不从我们手里买菜了。到时候你将手里的青菜高价卖给他，就不信他不要。眼前密谋2人，被唤作李兄的正是赵小驴穿越前原主的狐朋狗友李海，只不过自赵小驴穿越后便不再搭理此人。而这李海眼见曾经不学无术的酒肉朋友，如今越来越好，便起了歪心思。这边诡计密谋的同时，另一边我滴个娘咧，柱子娘，这老大一船青菜，咱们怎么搬回山泉村去啊？小驴已经找好了搬运的人手和车队，咱们指挥好就成。俺滴个娘咧，谁能想到咱们2个娘们如今也是个工头了哈？滚蛋！小驴是信任咱们，一会装卸的人来了，咱们要指挥好，别给小驴添了乱子。巨大的甲板上堆满了如山的青菜。丰台县虽有港口，可基本都用来运送过商旅货物。这里的居民什么时候见过这么一大船的青菜？一时间都围在周边瞧着热闹。
而天香居的刘掌柜也帮赵小驴足足找来了数十辆的马车，一时间整个港口人声鼎沸，热火朝天。哎，你听说了没？据说这老大一船青菜是山泉村一个叫赵小驴的人收的。听说了，据说那人之前是个街溜子，摔了一下脑袋，醒来后就如同神仙附体，简直就是小母牛坐飞机。滴滴落雨声扰了谁的旧梦。大朗哥，小旭，以后叫驴哥，这些日子辛苦你了。小驴哥客气了，当初要不是你那50两，我婆娘和孩子至今都不会回来，而且你还帮我娘讨回了被赵氏一家讹的银子。原来自从赵大牛收青菜被针对后，赵小驴便找到姑姑的大儿子刘旭，让他去外地收青菜，所以才有了眼前这数万斤的一船青菜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娘都是我姑姑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对了，回头我给你拿些图纸，你跟姑父照着给我打造一套家具，过些日子我新房子建成正好用到。好的，小驴哥您放心吧，到时候做好了我给您送去。8月底的太阳已不似盛夏那般炎热，一支30多辆的车队正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，如此规模的车队不可谓不壮观。你说什么？快，赶紧调集人手，此人万不可有事。萧峰，你且速速前往暗中保护赵小驴，我等人马随后就到。记住，不惜一切代价，断不可让赵小驴出现任何闪失。小柱娘，前面那片林子据说有山匪，咱们这么一批货不会有事吧？莫要胡说，那黑风寨的土匪已经被县令大人剿灭了，剩下的漏网之鱼躲都来不及，怎敢再跑出来作恶？正说话间，只听前方一阵人呼马啸，抬眼望去，只见一队山匪模样的人正骑着马呼啸着奔来，目标正是他们的车队。土匪来了，一会跟紧人群，千万莫要乱了，你这乌鸦嘴，回头自己缝上算了。东家是黑风寨的残匪，咱们怎么办？抬眼望去，只见前方密林中人头攒动，个个提刀带棍，面含凶煞之气。看那阵仗至少40-50人。赵小驴目光一凛，此处距黑风寨不远。虽说高县令上任后带人剿灭了匪巢，但难免没有漏网之鱼，想不到今日竟被自己碰上了。大家汽车聚拢车尾，不要管货物。带着后世观念的他，在心中始终都认为人命大过一切，比起人命，他选择放弃这批青菜。不要追人，所有人都去掀翻马车，踩烂青菜立即离开。哼，小犊子莫要比比，毁了青菜才几个钱，这些跑商的车队走南闯北，身上多多少少都会带些银两，你给的那点酬劳怎够我这帮兄弟们吃喝？姓姜的，你他娘的找的这都是些什么人？怎么跟土匪一样？他们就是土匪，那光头是黑风寨的3当家，我以1人500文的价格雇佣了他们。江姐，我入你太奶，你竟然敢和盗匪勾结在一起，你这是要害死我啊！老子不干了，老子宁愿被家里的婆娘打死，也不干这掉脑袋的事。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你以为你能走得了？李海，你最好跟我一起往前冲，否则你必然会血溅当场。老子要走，就凭你这个瘦猴子，还能拦得住我？我是拦不住你，但是秀才会放你离开吗？难道他嫌命长，等着你去报官抓他？这帮匪徒大多数都拿着刀剑，若是冲进车队，肯定会出现伤亡。不行，要想办法给车队的人争取逃跑的时间。2当家，小心！老三。我秀才今日定要将你千刀万剐！这秀才看起来一副瘦弱的书生相，想不到却有这么恐怖的力量，这一刀只怕能生劈一头猪了。随着口中隐隐传出的心田，赵小驴知道，虽然自己用手中的弓印挡住了这一刀，可是自己已经被震伤了。对于力量，以往虽没有过多的机会展示，可他一向是自信的，否则刚刚也不会提供印的。这副身体的父母乃是2名将军，遗传而来的体质自不用多说。可是赵小驴不知道的是，秀才的心中此时也已是惊涛骇浪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，从来没有人能正面硬扛我这一刀。他叫秀才，人如其名，仅从相貌来看，的确一副文弱的书生相，但是他的2条手臂却严重的比例失调，右臂近乎是左臂的2倍，而也正是因为这条手臂，让他从小饱受他人的嘲笑，包括父亲的唾弃，乃至母亲的指责。
爹，我想识字。就你长成这样一副德行，跑出去给老子丢人吗？要不是生了你这个怪胎，我怎么会过得这般凄苦？我上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？娘，你看那个小孩的胳膊怎么那么怪？快走，以后离他远点，说不定是他娘跟什么妖怪生的孽种。既然这世人不容我，那就让我来承受这世间所有的恶。小子，我一日只能出3刀，至今为止你是第一个能迎接我1刀的。哼，第2刀送你往生。小驴，柱子娘，你干什么？你别拦着我，我要去帮小驴。你是不是傻？咱们俩绑一块都不够，那土匪头子1刀剐的，你去了只能给小驴添乱。连当我2刀，你很不错，你手里的弓也不是凡品，以后它属于我了。第3刀图众生。不可能！瘫倒在地上，赵小驴再也提不起一丝的力气。刚刚的一瞬让他感觉自己从来没有如此近的直面死亡。世人都畏惧死亡，但真的直面死亡的那一刻，人反而变得平静了，不是放弃，而是坦然接受。小驴，你没事吧？此时的赵小驴呆呆地坐在地上，双目空洞地紧盯着地上的尸体。他从没有想过自己穿越后会杀人。我杀人了。短暂的不适之后，理智逐渐回归。他不后悔，如果再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，他依然会杀掉眼前之人。有些人一旦做了错误的选择，便注定失去了重新来过的机会。小驴，你没事吧？衙门的人刚刚过来了，剩余的残匪都被抓了。赵老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其他人怎么样了？放心，你的货何人都没事，只有2人被划伤了，一会儿去镇上包扎一下即可。那就好，人没事比什么都强。你小子可真是让我这个做哥哥的长了见识，那秀才都竟然被你杀了，你这手段可真是把我这个哥哥瞒得好紧啊。何大哥说笑了。不过话说来，这秀才可是有100两银子的赏金呢。而那个光头是黑风寨3当家，也有50两赏金，你这一下就150两进账啊。听着何捕头的调侃，赵小驴心中苦笑。如果可以，他宁肯不要这150两。钱固然重要，可比起活着实在是微不足道。如果自己这一次挂了，他不敢想家里凤小妹和豆豆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样。对了，高大人也来了，就在那边。顺着何捕头指的方向，赵小驴这才注意到高思源站在不远处，正一脸没好气地盯着自己。郝民见过高大人。赵小驴，你本事挺大啊，连本县令都束手无策的残匪被你一锅端了。那个高大人谬赞了，侥幸而已。被抓的人都在那边，你去看看有没有认识的。这群劫匪想来是有人指使，否则断不会为了你这一堆破青菜，如此兴师动众的顶风作案。顺着高思源指的方向，赵小驴还真看到了2个熟人，李海和江杰。而此时蹲在地上满脸惧意的李海，显然也看到了赵小驴，当下如同抓住了稻草的溺水者。大郎兄弟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我不知道他们是山匪，这一切都是江杰这个王八蛋主使的，跟我没关系啊！我又不是县令大老爷，你跟我求个蛋，我自己还不够用呢。李海，你以为自己还能活命吗？我告诉你，他们是黑风寨的土匪，如今你我的下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菜市口的断头台。此言一出，一想到自己跪在菜市场口的场面，李海顿时瘫软在地，任由黄的白的肆意横流，而旁边的江杰却如同一个疯子，纵声狂笑。大人，刚刚检查过了，那秀才是被震碎了心嘛，出手之人该是个高手。说话之人名叫司马南征，掌管着丰台县的兵部，实打实的武力派。刚刚之所以说出手之人是个高手，因为他打心里不信眼前这个叫赵小驴的民夫会有这等手段。而赵小驴显然也感受到了来自这个络腮胡的不屑，他可不在乎这络腮胡怎么想，自己命保住了，还赚了150两的赏银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县令大人，既然山匪都已经伏法，那草民便先行告退。等等，你跟我来。你没受伤吧？谢大人关心，草民并未受伤。你不用装出一副很敬畏我的样子，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，无非就是想着赶紧离我越远越好。今天的事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没有背景，没有靠山，连2个地皮无赖都敢来欺负你。如果他们知道你是侯爷之子，是我高思远的表弟，他们还敢打你的主意吗？说完这话，见赵小驴一副沉默受教的样子，高思远心中顿时涌出一股无名怒火。你到底在担心什么？
放着大好的前程和荣华富贵不要，非要苟在这穷乡僻壤，我姨妈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思进取的儿子？高大人，你觉得我适合承认自己的身份吗？什么意思？王大人，你觉得我合适承认自己的身份吗？穿越而来，赵小驴没想到，原本在后世自己这个猫不理狗不睬的孤儿，竟成了各方势力费尽心思要找的人。但是他自己心里清楚，这看似泼天的富贵，却隐藏着致命的杀机。哪怕他是穿越而来，自带光环。你是廖家嫡长子，又是我王家嫡女之子，为什么不合适？廖家嫡长子，我就算承认了这一点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我顶着廖家嫡长子的身份回到京城，让廖家小世子如何自处，廖老侯爷又该如何应对？认回我，将我大张旗鼓的迎回府里，然后将现在这个养了17、18年的儿子的世子之位让给我吗？高大人，你比我懂王朝的律法，爵位继承者只能是嫡长子，除非嫡长子已死且无子嗣的情况下，才能顺位继承。我一旦表明了自己的身份，那么我和侯府现任夫人以及小世子之间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。到时候谁能护得住我一家？廖侯爷能吗？还是说王家能护住我？赵小驴的话犹如当头喝棒。是啊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他高思远却忽视了。也许事情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，也许你莫不是想说，也许侯爷是个长情之人，对我这个从未谋面的儿子的感情，比从小养在身边的小儿子亲厚。也许继夫人宅心仁厚，对我这个前夫人生的儿子一视同仁，愿意真心接纳我和我的妻女。也许小世子懂得兄弟情深，对我这个素未谋面的兄长爱戴有加，即使丢了自己的世子之位，也要与我相认。高县令，你觉得这可能吗？此时的高思远被赵小驴的一番话噎得犹如强行吞下一头猪，虽然心中觉得他这番话甚是有理，但更多的却是不甘。廖家有人不欢迎你，我王家却是上上下下都很期待与你相认。你可以跟我回京城，你放心，我王家能护得住你。高县令，自从你上任后，百姓都夸你是勇毅果敢、铁面无私的青天大老爷。可我今日观之，你除了百姓说的这些优点，还有一点理想主义者。从你和程子昂的反应中，我就能猜到，我这张脸必然像极了侯夫人或者廖侯爷。你和程子昂都能怀疑我的身份，难道京城其他势力的人不会怀疑吗？怀疑又怎样？在京城我王家无人敢惹。如此闹起来，那我身份的事岂不是又回到了原点？这与我直接回侯府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如果我是洁身一人，那我无所畏惧，可我现在还有妻女，现任的侯夫人能在我母亲失踪的第2年就嫁入侯府，想必手段定然极不简单，我不想置妻女于水火。可你是我王家的血脉，我又如何忍心让你生活在这山沟沟里？表哥，我很感激王家能20年如一日的出动人手找我和我娘，但我是真的很喜欢现在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。繁华的京城固然有它的好处，可这穷乡僻壤也有它的优点。我并不向往外面的生活，还请表哥替我保密，不要将我的事情泄露出去。你叫我表哥，你终于承认自己的身份了，你承认我王家嫡女之子的身份了。对了，为什么你是赵氏的儿子？我姨母现在可好？我从记事起就生活在赵家，而且村里人都说我和赵家大郎是双生兄弟。我想赵氏夫妇一定知道一点有关我娘的消息，那就好办许多。如今赵氏夫妇在大牢里关着，且等我回头去问他们，若不配合，定当乱棍打服为止。左右他们也是从小就虐待你，敢欺我王家人，当真是找死。表哥，此事万不可声张，若是消息传到侯夫人那里，于现在的我而言就是灭顶之灾。这事以后再说吧，你回去的路上注意一点，以后若有什么事就来县衙找我，别的地方我不敢说，但丰台县还没有我解决不了的事情。表哥，以后你我就按县令与百姓的身份相处吧，太过特殊反而会遭人揣测。表弟，你说的对，若你身份真的曝光，王家护不住你，廖侯爷也未必会真心护你，一切还得你自己能力起来才行。所以你要尽快强大起来，这种事想瞒一辈子是不可能的。且不说别人，那程子昂也必定认定了你的身份。不过好在他母亲与你母亲乃是极好的密友，想来不会做害你之事。但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你要早做打算。表哥之言难道是有什么打算吗？
我想让你从兵部开始。如今王朝尚武，从司马南征的兵部开始，你成长的速度会快一些。这也是我目前能帮到你的极限。回到家中已是深夜，豆豆和风小安早已睡下，只有凤小妹独自矗立在深秋微冷的月光下，见不到赵小驴归来，她的心始终揪着。小妹，我回来了。还没有吃饭吧？你先歇息一会儿，我下面给你吃。入夜，赵小驴躺在炕上辗转难眠。今日之事让他有了一种紧迫感，自己发展的速度还是太慢了。他无法想象一旦身份败露，以目前自己这如同扁舟的一家三口，是否会倾覆在那些庞大势力的狂风骤雨之下。相公有心事。你也睡不着吗？咱们去看月亮吧。好，不过你有孕在身，咱们不上屋顶了，就在院子里看吧。这批酸菜的生意做完后，你能不能别再往外跑了？几百两银子够咱花销一辈子的了，咱就安安稳稳的在这里生活，好不好？赵小驴知道今日遭遇土匪的事瞒不住，索性在吃饭的时候轻描淡写的与凤小妹讲了一遍。但凤小妹并不傻，她能够想象到当时的场面，身边的赵小驴睡不着，她又何尝能睡得下？与男人不同，女人更多的只是想求一份安逸平淡的生活。小妹，你知道我不是赵家人，那你知道我是谁家的孩子吗？你找到亲生父母了。别怕，我不会离开你和兜兜的，我们一家人会一直在一起。你的爹娘现在在哪里？他们有认回你的想法吗？他们并不知道我的存在，但我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。深深叹了口气，接着赵小驴便将自己知道的从头至尾与凤小妹讲了一遍。一番下来，哪怕凤小妹平日性子冷淡，也直听得瞠目结舌。她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女，嫁的丈夫竟然是当今顶级势力的大家公子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与侯爷相认吗？小妹，我不能与他相认，不但不能相认，甚至还不能让他知道我的存在。除非我成长到能与侯府抗衡的地步，可那何其艰难啊！赵小驴的话让凤小妹明白，一直以来是自己想的太天真了。所谓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便是这个道理。即使他们一家无意去攀龙附凤，但卧榻之旁又岂能容忍他人酣睡？小妹，如今形势已经容不得我们选择，我必须尽快让自己强大，强大到让世人不敢觊觎。只有这样才能给你和豆豆一个安稳的家。相公如此说，想必已经有所打算了。我想从军。如今有表哥帮忙，咱们丰台县又地处边疆，从军是最容易建功立业的途径。今日当我拉起这张弓射杀敌手的那一瞬间，有一种莫名熟悉的感觉，我属于那里。然而，当赵小驴举起手里那张弓的同时，一声略带稚嫩的咆哮自屋内传出。赵小驴穿越到古代，过了数月，才发现自己养的狗竟然是一头熊。相公，小黑它怎么了？望着那躁动不安的小东西，围着弓箭不停地嗅着，口中时不时发出悲戚的哀嚎之声。赵小驴突然记起了一件事，当日顾北送给自己这张弓的时候，曾经讲过，此弓之前乃是雄鹰，为此自己还特意为这张弓取了有熊氏之名。如今见小黑看对着弓不停的哀嚎，联想起那头丢失了幼崽的母熊，赵小驴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一直养的狗竟然是一头熊。小妹，一直以来咱们都错了，它可能不是狗，而是熊。什么？凤小妹整个人都呆住了。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，而且还全是发生在自己的身边。先是相公被强行调包，然后家里多了一头驴里驴气的牛，现在连养的狗都摇身一变成了熊。豆豆现在天天跟他在一起，会不会有危险？毕竟熊是有野性的，它长大了会不会吃人？震惊之余，身为母亲凤小妹第一时间想到了孩子的安危，细思极恐，她不敢想将一头熊养在孩子的身边，一旦它野性爆发，那将是何等恐怖的事。我先将它关起来，明日天一亮就将它送到山里去。按理说，野兽进村但凡被抓到，是一定会被打杀的。但是眼前这个小东西毕竟养了许久，若要打杀，赵小驴做不到。哼！你冲我吼什么？这事跟我可没关系。赵小驴本想将小黑蛋关起来，第二日再行处理，可没想到这小东西却对自己呲出了利齿，大有一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凶残之相。旁边凤小妹早已惊得说不出一句话来，此时她整个脑子如同被重锤狠狠敲过一样嗡鸣作响。爹娘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不知何时睡眼惺忪的豆豆站在门口，小小的脸蛋上充满了困惑。他不懂怎么爹爹和小黑蛋打起来了。小安，快将豆豆抱到屋里去，不许出来。小妹你也进屋，这小东西发狂了，都躲远点，别被它伤到。眼见小黑看凶相毕露，大有不受控制之势，赵小驴渐渐起了杀意。纵使养出了感情，可这小东西的凶相已经让他感受到了危险。
爹爹，不要打小黑炭！眼见自己最好的玩伴被爹爹手里的弓一次次的抽翻在地，豆豆竟然趁着众人不备窜到了小黑炭的身前。啊，豆豆！小黑炭不要怕，有我在。月如银盘星四海，清冷的月辉下，一个小小的身影抱着另一道更小的身影，依偎在瑟瑟的冷风中。一人一熊四目相对，原本戾气如山的小黑炭再也没有了刚刚撕裂一切的凶相，他的眼中剩下的只有亲昵、信任和依赖。豆豆，小梅，让他陪着豆豆吧。好。一夜无眠，这一日发生了太多的事。身旁那头熊窝在豆豆的被窝里，这让夫妻二人无论如何也无法安心入眠。赵小驴更甚，刚刚自己狠狠地抽打了这小东西，他是真怕自己一闭上眼，这小王八犊子趁机咬断自己的喉咙。姐，昨晚我姐夫怎么了？干嘛打小黑炭啊？闭嘴，吃你的饭，吃完了赶紧去做课业。小驴、小妹，你们在吃饭了？姑姑、姑父，你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快进来！今天你的新房子上梁，我们当然要早点过来帮忙。7、8桌席面，小妹一个人哪能忙得过来？除了小妹，还有几个村里的婶子过来帮忙。不过姑姑来了，我就放心了。有您在，这席面肯定出不了问题。小驴，你让我打造的梨花，我造出来了，今日我一并带来了，你出来看看这对吗？怎么和咱平时用的梨花不一样啊？你确定没有画错图纸吗？这玩意儿能离地吗？姑父能不能离地，咱今天下午试试不就知道了。行，咱们先去你的新宅子，等上完梁后试试这梨花，若好用，咱生产一批出来卖。大哥，太阳的位置你必须给我留一个，让我也沾沾喜气。行，没问题。众人说笑着抬步走向村西，也就是赵小驴新宅的方向，只留下一众女眷在家忙活着下午的酒席。在这个世界，新宅上梁乃是喜庆的大事。赵小驴因为断了亲家中没有长辈，所以便请了族老与李正主持上梁仪式。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顿时博得满堂喝彩。大家都没想到，昔日不学无术的赵小驴，如今越来越让人刮目相看了。吉时到，金鸡踏梁正气存，镇宅辟邪保平安，礼毕上梁。族老的话音还没落下，周围的小伙们争先恐后的抬起大梁往房屋那边挪。在众人的呼喝声中，大梁被人抬了过来，4条粗壮的麻绳绑在大梁两头，随着众人铿锵的吆喝声缓缓升起。小妹，你这新房子可真气派！哎呀，我这辈子要是能住上这样的房子，死了也值了。啥时候能改你这乱讲话的毛病？死了你还住个屁！喜庆的喧闹声中，大梁被稳稳地架在了屋顶。按照规矩，赵小驴顺着梯子爬到屋顶，下方的空地上围满了大人小孩。见赵小驴掏出了一个大袋子，在场的众人顿时精神一振，尤其是在场的孩子，他们心心念念的一刻终于来了。下一刻，赵小驴便从袋子里抓起一把把的糖果向下方扬去。如今他有钱了，准备的糖果自然也不是普通货。随着下方的一声惊呼，妇女孩子顿时炸了锅，你争我抢的好不热闹。而凤小妹怀里的豆豆见小舅舅也冲进喧嚣的人群，顿时待不住了，撅着小嘴使劲的在凤小妹怀里挣扎。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去。豆豆乖，你太小了，跑过去就被别人踩成饼了，一会回家有的是糖果给你吃。开玩笑，豆豆才3岁，钻到人群里还不得被人踩坏了，所以由着豆豆在怀里扭来扭去，满心的不甘。但是旁边的小黑炭却有了动作，只见他望了望喧闹的人群，又扭头看了看不甘心的豆豆，立马撒开鸭子冲进人群，一顿操作猛如虎。在跑回来时，左找一颗糖，右抓一块糕，嘴中还含着个大石头，一脸邀功地蹲在凤小妹的脚跟。凤小妹被这小东西的样子逗乐，蹲下身便将豆豆放在了地上。小黑子乖，早糕给你吃，豆豆吃糖。赵兄，我没来晚吧？你丫是掐着饭点来的吧？你怎么来了？彪，那个小驴子，大梁上访我来讨杯喜酒，另外还给你带来一个人。秀才，你不是挂了吗？赵小驴怎么都不会想到，前几日明明亲眼目睹这秀才挂掉了，眼下却又生龙活虎地站在自己的面前。穿越这事本来就够离谱了，但是用科学的理论也能强行解释得过去。可死了的人却又活了，这特么是闹哪出？是啊，前几日我刚被你宰了，是不是很意外？高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现在没外人，你喊我一声表哥能死吗？这秀才也是命硬，当日将他尸体带回后，发现还有一口气在，而你要尽快壮大自己，就需要有自己的班底，索性我便差人救活了他，让他日后跟在你的身边供你差遣。赵小驴懵了。根据高思远的话，赵小驴得知这秀才被救活之后，在高思远的威逼利诱之下，与他达成了一笔交易。小子，按照我与高县令的交易，我会追随你5年，这5年无论生死，我的命是你的。5年之后，我的自由身，消除过往一切罪行，届时你我各不相干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算？即刻起便算。哦，表哥，如果这5年期间这人我用的不爽，不想继续用了，他会怎样？抓回去砍头。闻听此言，秀才一愣，此时他仿佛突然意识到5年之期未到，自己目前还是戴罪之身，随时都会被处死。重活一次，让他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生命的可贵。如今听赵小驴突然来上这么一句，他哪能受得了？小子，你还没用呢，咋知道我顺不顺手？是啊，你也知道自己还没开始用呢，你这还没用就跟我这个主子摇头晃腚的。我要真用了你，日后还不得骑在我脖子上拉屎？而且我也不缺你一个，表哥，我看这人还是砍了算了。既然表弟不中意此人，那便罢了，回头拉回去斩了便是。主子，哥，爸爸，求你收了我。哟呵，既然你都这么诚恳了，那我勉强收了你试试吧。若是不合我意，你的下场不用我说吧。纵横江湖10数载，这秀才狠起来连自己双亲都砍了，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？不过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比起骨气，他现在更想活着。哥，你说怎样就怎样，我都听你的。行了，你俩别在这对了，时至晌午，是不是该吃饭了？我吃好了，出去转转，你们继续吃。看着一桌人见到自己如坐针毡的模样，高思远知道这群百姓是惧怕当官的。如今赵小驴新房上梁，正是大喜之日，他不想扫了大家的兴致，便草草吃了几口，准备出去走走。表哥，身居这乡野民间，的确让人有种想要放下一切安心享受的冲动。高思远的感慨听在赵小驴耳中，他哪能不知道这话是对自己讲的？表弟，外祖父祖母一直在盼望着能找到姨娘和你，你看我要不要将找到你的消息告诉他俩？先别说了吧，如今娘还下落不明，若2位老人胡思乱想，对身体无益。赵小驴的话不无道理，侯夫人现在依然生死不知，若告诉2人外孙已经找到了，但是女儿还没有消息，那老人定会胡思乱想，甚至认为女儿已经香消玉殒了。穿过旷野的风，弥漫血凑。20年了，也不知道姨母现在在何处。表哥，有没有可能娘已经……不可能，姨娘常年习武，身子骨比养在后院中的女子强太多，绝不会因病而去。既然你能平安降生，说明她当时并没有被敌人发现，否则你不可能活着。那有没有可能，我被人托付给了赵家之后，他被敌人发现了，所以……莫要胡说，敌人若追上了姨母，还能让侯爷像砍瓜切菜一样的砍他们，早就抓着姨娘逼侯爷退兵了。小驴，我和小旭将梨花抬来了，你快试试看它好不好用。2人说话间，刘大生带着大儿子刘旭牵着一头牛向他们这边走，老远就扯着嗓子喊，想来也是为了避嫌。姑父，你俩吃好了吗？要不咱回去歇歇，下午再来犁地。吃好了，今天也没干啥活，不用歇。你画的这里也不知道好使不？正好这会儿有头牛，咱就一起将你这块地给犁了。我怕县令走了，所以连席都没吃完，就和小旭抬着犁过来了。你得争点气，待会儿就算很吃力，也尽量不要表现出来。若好用，县令说不准还奖励你呢。一声牛叫，随着扬起的蹄子，在一边的高思远和刘大生不可思议地望着赵小驴手里的梨花。只见梨花深入土中，所过之处翻起一层厚厚的泥土。要知道，当今世上百姓耕地用的都是极其简便的农作工具，耗时费力不说，跟眼前这梨花比起来，效率更是不堪。这东西简直是神了，用这东西耕地，那得省出多少劳力和功夫啊！这种梨要是普及开来，那将是何等的功绩啊！想来足以载入史册了吧？俗话说民以食为天，老百姓活着就是为了穿衣吃饭。这种梨花若能交到老百姓手里，一家人一天能开垦多少荒地，而这些荒地又能种多少粮食，假以时日，当今王朝又将会因此强大多少。
不行，这事一定要上奏朝廷，让工部的人加紧生产出一批来急用，说不定还能在今年开垦出一大片良田来。你歇歇，我来试试。此时的高思远身着官服，手扶梨花耕耘在苍茫的大地上，遥看那道背影，赵小驴心中感叹：这才是父母官该有的样子吧。好，甚好，小驴，你这梨花和他的图纸必须给我，我要将他们送去京城。这东西对百姓对社稷都至关重要，有了它，咱老百姓再也不需要饿肚子了。这是多大的功德啊！表哥，你不能拒绝我。我知道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，但是会不会引起京中某些人的怀疑？不会，后宅妇人的手还伸不到朝堂，你不用有此顾虑，这是对你来说也是好事一件。我到时候写到奏书一起呈上去，表明这梨花是你想出来的。将你的名字先在皇上和诸位大人面前过一遍，如此一来，等司马南征调回京城，他那个位置咱就更有把握了。行，那你走的时候将这梨花和图纸都带上吧。对了，你这里有没有名字？要不就叫驴梨。别，这里的名字我早想好了，就叫屈原梨。屈原梨啊，这名字确实贴切，那就叫屈原梨吧。好了，送君千里终须一别，男子汉大丈夫不要太过矫情。表哥，我意思是你拿了我的梨和图纸拍拍屁股就走了，是不是不太好？回头我写2块牌匾，你和刘大生一人1块。对了，回头准备一下，下集你便带着秀才去司马南征的兵部报道，届时他会给你安排个职。你不是原来的赵大郎？赵小驴一愣，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太婆姓韩，早些年是周围10里8村有名的接生婆。只不过后来听人说，自从发生了一次离奇怪异的意外之后，这老婆子就开始变得神神叨叨的。然而一向疯疯癫癫的老太婆，此时却双目金光四射，如同一柄利刃，狠狠地戳进赵小驴的心中。韩老太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然而赵小驴的手碰到韩老太的那一瞬，刚刚还清明的眼神却瞬间爬满了恐惧。鬼啊，你不要过来！不是我害的你，不关我的事。你在说什么？谁害了谁？大人饶命，我没有害你的孩子，不是我。赵小驴巨震，难道这韩老太知道关于自己母亲的事？难道当年侯夫人生产的时候接生的人是这韩老太？穿越而来，赵小驴曾一度认为自己并不是真正的赵大郎，在这个世界自己没有血亲。可是当他真的意识到这韩老太有可能知道侯夫人的下落后，他再也无法保持镇定。你说清楚，到底是谁害了谁？你口中的他们是不是赵有福一家？不是我，是他们。你别找我，是他们。小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她一个疯老太太，你什么事？至于把人吓成这样吗？李叔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我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韩老太估计都要被你吓死了。你刚刚是怎么了？什么事激动成那个样子？没事，李叔，我这不是家里商量吗？剩下一些饭菜，想着给韩老太送一点过来。这韩老太好像很怕陌生人，见了我又吼又叫的。我刚才是在安抚她，想让她安静下来，不要怕。入夜，凤小妹嘴中轻轻地哼着歌，手中缝补着赵小驴的衣服。今天他们家大梁上房，新房子很气派。如今自己的日子越来越好，过往那地狱一般4年所带来的创伤，被眼前这个男人飞快地弥补着。未来可期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相公，那个秀才住在新房那边的柴房，听于婶子说他以前是个大土匪，这是想想都吓人。以后你可得小心着点。虽说县令大人安排的，但是你也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。然而凤小妹说完，才发现自己刚刚的唠叨好像并没有被赵小驴听进耳中。此时的她正在愣愣的出神。相公，你怎么了？她从没见过眼前这个男人的眼神中流露出过这般没落悲凉的情绪。即使过往的日子里遇到再大的事，在自己的心中这个男人都是屹立天地那座飓风。可眼下凤小妹却莫名的感觉到此时此刻的她是那么的脆弱。小妹，我娘死了。你找到婆婆了？没有，今天见过韩老太，从她的话里我听出来了。小妹，我明明不是赵大郎，可当我知道她死了的时候，心还是好痛。你是个善良的人，也许正是因为这份善良，才导致你在知道赵大郎的母亲已死后难过不已。就像你刚来到这个世界时，看到我和豆豆会可怜，看到赵氏要打我会拦下他一样。逝者已逝，咱们活着的人还得往前看，别难过了好不好？小妹，明日我要带着秀才去县城一段时间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会经常回来。虽然不舍，但我更清楚，你当是那翱翔天际的雄鹰，家中琐事我会打理好，你在外要注意安全，照顾好自己。哥，去县城有些远，咱们不会就这么走去吧？
要不路上我劫匹马来如何？你要不怕被县老爷砍脑袋就去。秀才，男儿当事，有所为有所不为。既然你打算重新来过，那就要做好摒弃过去那些恶习的准备。哼，曾经我一直觉得这天下世人皆是刍狗之辈，你我者当诛之。我们不去当那心怀天下悲悯众生的圣人，也不去做那神佛供奉的恶人，做好自己，守护心中之人，无愧自己，无愧所爱便足矣。从桃花村去县城骑马上需大半日，赵小驴与秀才二人赶到镇上，租了马车，一路不停直奔丰台县。一路之上，秀才破天荒的与赵小驴聊了很多他自己都不愿回忆的往事。虽然接触时间尚短，但他能感觉到赵小驴跟别人不一样。小驴，你来了。表哥，我明天就要去司马大人那儿报道了，今天过来就是想问问你，我需要注意些什么？赵小驴并没有直接去司马南征的兵营报道，穿越到这个世界军营之事，他尚有很多不懂之处，所以想着先来高县令这里了解一下情况，再做下一步打算。你去了之后是担任教习，没有品级，虽无品级，但全军都在你手下习武，也算是你的弟子。这对你以后掌管整个城防军有大用。你上点心，等时机成熟，咱再图谋个大队长的位置。司马南征走后，朝廷很大可能会从大队长中选一人担任县尉。到时咱再运作，这个位置差不多就稳了。县尉是正九品武职，职位虽低，但它是你往上升的门槛。丰台地处边疆，日后能立功的机会很多，把握住了，你很快就不用为自己一家的安危担忧了。表哥，司马南征这人性子如何？这人非常讲原则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不讲一点人情。你去了之后，只需做好自己的分内事，其他的都不用管。嘿，军营重地，闲人免进。两个瘪犊子，再敢用鼻孔眼子对着我哥说话，信不信使给你俩打出来？秀才，两位兄弟，别误会，我是军营新来的教习，司马南征大人让我今日前来报道。呸！你说你是新来的教习，那你要教些什么呢？难不成是教我们怎么种地吗？秀才，把这俩瘪犊子打的他妈都不认识。哥，咱不谨言慎行了吗？谨言慎行固然没错，但还有一句话我没教你，那就是一忍再忍，无需再忍，给老子揍！你敢欺负我大哥，我要杀了你！敢跟老子动刀，找死！大哥，你没事吧？你可千万不能死啊！你要死了，弟弟我可怎么活啊？手，大哥，你说啥？我说你特么踩到我的手了。经常袭警的人都知道，只要你敢跟他们动手，他们就敢让你牢底坐穿。然而这秀才不但动手了，还让这当兵的见了红。你个山炮，竟然敢对我们动手！我看你是活腻歪了，等着老子摇人！话没说完，只见军营大门被人推开，接着从里面走出了数人。车大年车小年，你们怎么了？遇上什么事了？队长，这人一大早就来军营门口晃，我和小年猜测他是蛮夷的探子，想拿下他去见县尉，可他不但不束手就擒，还对我和小年动手。队长，这俩山炮可是袭警啊！这人虽穿得像农夫，但是手下功夫了的，一定是蛮夷的探子。你快和兄弟们一起抓住他！你叫什么名字？赵小驴，是司马县尉让我来做教习，教大伙儿练拳。习武之人解决问题的首选方式就是一绝公武。一听这农夫打扮的人，竟然自称是司马南征大人找来的教习师傅，当下摆出架势。教习，既然是教习，那拳脚功夫应该了得。城防军第5大队第10小队队长江鹤请求赐教。哥，你歇着，看我打不死他。秀才，这个我来，你去一边待着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你先动手，我怕先动手会一拳打死你。妈的，这小子太狂了！兄弟们，咱们一起上！住手！一群丢人现眼的玩意！随着一声暴喝，原本喧嚣的教场顿时安静了下来。来人正是司马南征。大人，属下技不如人，在咱们城防军丢脸了，请大人责罚。你会输也是常理，毕竟你们第10小队是常年垫底的存在了，赢了才不正常呢。尽管这话让在场众人气结，但谁让嘲笑他们的人是第1大队的大队长萧雨？面对此番羞辱，作为垫底的第5小队，在场众军士也只能含恨将脑袋插进裤裆里。比
监委大人说要教大家练拳。眼见着萧雨嘲笑完众人，又将矛头指向自己，而旁边司马南征却并未出言有所表示。赵小驴知道，他估计也是碍于表哥的面子，实则心底并未认可自己。没错，的确是司马大人让我来教你们练习拳脚。好，那就让我萧雨看看你有没有资格当这个教习。好了，就到此为止吧。看来思远没说谎，你确实有当教习的资格，以后这些士兵就交由你训练了。多谢大人，分内只是义不容辞。肃静。军营来了一位新教习，今天下午的摔跤训练取消，由这位新教习教大家一些新的东西。各位，我叫赵小驴，是新来的拳法教习。我今天要教大家的是一套叫8极拳的拳法，此拳法若能练成，相信各位的作战能力会提升不少。在后世，这套8极拳可是赵小驴最有心得的一套拳法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在后世武学评价中文有太极安天下，古有8极定乾坤一说。这套拳法放在这功法匮乏套路单一的古代，也是妥妥的传世绝学。这套拳法招招致命，练至大成，可随意组合成千万招式，取人性命如砍瓜切菜，成为兵王亦指日可待。你说这什么8极拳练成了能成为兵王？那你怎么还只是个教习？难不成你不屑于成为兵王，却喜欢当个教习？想来是他们纯吹牛逼，不需要上税的。哼，我第一次进兵营，自然不是兵王。你既然承认了自己都不是兵王，凭啥跟我们说你这套拳法练好了能成兵王？我不是兵王，但我可以教出兵王。我就站在这里，你们有谁不相信我说的，可以上来挑战我。此言一出，下方叫嚣的士兵顿时一惊。且不说这赵小驴拳脚功夫如何，单就这份吹牛逼叫嚣的胆量，就让他们不得不叹服。哼！狂妄！第2大队队长薛超前来讨教，让我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说这种大话的资格。承让，还有谁要挑战的，请上来。让我来试试。顺着那道瓮声瓮气的声音望去，只见一个巨大的肉球正快速地向擂台滚来。赵小驴心下一惊，我操！都说古代缺衣少食，而且军营训练繁重，但是这人却能胖成这样，当真是奇迹。胖子，上去一屁股坐死他！看招！胖子，胖子！这人杀了胖子。赵小驴万万没想到，这巨人摔一跤竟然就没动静了。当下不顾旁边众人对自己的叫骂，快速挤开围拢的众人。只见对方脸色铁青，牙关紧闭，嘴唇隐隐透出黑色。见此一幕，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急忙抓住他的胖手一捏，结果手背上的肉陷下去一个深坑，半天也不见浮上来。他连忙脱下胖子的鞋，捏了捏脚，一样的症状。妈的，这胖子有心脏病！刚刚我这一拳成了诱因，难怪他这么胖，应该是血液淤积导致的水肿。嘿，你干什么？你打死了胖子还不满意？现在还要羞辱他的尸体吗？你还有没有人性？你再拦下去，他就真的会死。萧雨，退下！大人，这畜生连尸体都不放过，那分明是……我说退下！你来，往他嘴里吹气！你不要太过分。按他说的做。大人，我……是。活了，胖的活过来了！天爷啊，太不可思议了，死人也能救活！当今天下，世人哪里见过这等手段？刚刚赵小驴这一手，不正是传说中的起死回生之术吗？那可是神仙才有的手段。旁边司马南征也是惊得双目圆睁。这赵小驴究竟是何方神圣？果真是人不可貌相。想来高思远那货扯着嗓子非要我收了此人，当真是有其深意。司马大人，如果我没看错，同赵教习一同前来之人，正是数日前伏诛的黑风寨二当家。哎，我操！你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小菜鸡。你们是不是一群废物？是，我们是废物。穿越到古代，赵小驴用现代的训练方式去操练古代的士兵。尽管眼前众人恨不能生吞了这个农村空降来的教习师傅，可他们却不敢，因为凡是敢反抗不服气的，都被赵小驴揍成了猪头。老子前世当了10年的兵，操练你们这群生瓜蛋子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今天没有集训，咱得跟着这些兵蛋子出去劳作。待会儿你跟哪队走？此人名叫许鹏，是军营内负责教马术的教习，加上赵小驴，此时军营一共4个教习，有教剑术的，有教马术的，还有一个是教摔跤和体能训练的，战术则由司马南征亲自教。
我们可以自己选队伍啊，不是军需处安排地方。我们是教习，有自主选择的权利，当然不去是不行的。军营1个月发5两银子，若只教学不参与生产，对军营来说负担太重了。如今边境安稳，而丰台县附近几乎没有山匪，军营除了正常驻守之余，也会参与民间劳作换取报酬，这样既可以减轻朝廷压力，又可以增加士兵收入。所以对于这种民间劳作，军营一向都是很积极的参与。先看看今天有哪些活计吧。也是，不过不管什么活计，跟第一队一起准没错，他们分到的都是最挣钱的活儿。第1大队全体小队帮助范氏米行押运一批粮食去渭水县，为期3天，这趟酬劳共20两，10两充公，剩余10两你们队内分了。长师说罢，第1大队的人立刻沸腾起来，10两银子50人分，一人就是200文。能来当兵的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，乍然间来了个3天挣200文的外快，谁不激动呢？5大队第1至9小队去挖药材，天黑前每人至少要挖3斤草药回来。5大队第10小队上山砍柴，每人至少砍200斤柴。分完工，人群有人欢喜有人忧。除了第10小队，其他人分到的劳作多多少少都有报酬。而江鹤带领的第10小队作为万年吊车尾，不用说再次被选中了去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。赵教习，我选择去张家搬石料，你选哪个队伍？你怎么不选送粮食的活？那不是更轻松钱更多吗？我想进萧雨也不要啊，总共就10两银子，我去了就意味着大伙儿要少分钱，谁会欢迎啊？那我就选砍柴吧。砍柴那是最苦最累的活，放马也比砍柴好啊。没事，我也想锻炼锻炼自己。你过来干什么？看我们的笑话吗？我听说东南角有一支次次都被安排砍柴活计的小队，过来看看到底是一帮怎样的废物。你不要羞辱人。呵呵，你们自己不争气，别人还不能羞辱你们吗？你们不去干活，还在这里等什么？我们走。到了地方，望着这片山林，只见一边是一根根被砍断的小树桩，而另一边则是郁郁葱葱的树林。看来江鹤他们一直在这里砍树，按这一片被砍伐的量来看，他们是这里的常客啊。想着他找了棵自己腰粗的树爬上去，在10米多高的地方绑上了麻绳，将绳子紧紧地绑在树干上之后，从树上爬了下来。他拿起砍柴刀，一刀接一刀地砍向树干，很快一个三角形的缺口便在树干上形成。接着他捡起麻绳的另一端，向后退了几步，并朝着三角形的方向用力拉着绳子，伴随着咔嚓一声脆响，大树开始朝着绳子的方向缓缓倒下。娘咧，柴还能这么砍？队长，他这1棵树就完成任务了吧？他这么大一棵树劈半天也不一定能劈得完，就算劈完了也背不完。队长，那我们要不要帮忙？不帮，除非他求我们。一上午很快便过去了，赵小驴将3棵树干上的小枝全部砍下，捆成了树捆。这些估计应该有500斤了，可惜秀才不在，他要在的话，这柴应该砍得更快一些。想起秀才，赵小驴忍不住微微叹息。自从被第1大队队长萧雨认出针对后，无奈司马南征只得差人通知了县令高思远，而秀才随后也被高思远的人带走。说实话，相处的这段时间，他对秀才多少有了一些了解。这人虽桀骜不驯，但并非无可救药。既然表哥让他追随我，想来一定会有办法解决他身份的办法吧。想着，赵小驴扛起一捆柴，便准备朝山下走去。你们要再不抓紧时间砍树，今天的任务就完不成了。县令大人，你说此处只有你我2人，如果我对你施暴，你当如何？一语毕，秀才一脸戏谑地看着眼前的高思远。不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对面的高思远面对他这个曾经的狂暴之徒，非但没有露出丝毫惬意，反而一脸的鄙视。你大可试试，不过这次可不会像第1次那样留你一口气。高思远的话说完，秀才怔怔地呆立在当场。秀才不傻，相反他很聪明。高思远的话让他瞬间想起当日与赵小驴一战。说实话，赵小驴能硬扛他2刀，这已经让他很是叹服了。但是第3刀以当时赵小驴的状态，他肯定扛不住。而且自己这第3刀不同于前2刀，所谓3刀出众生灭。我知道了，当日干掉我的是另有其人。你知道便好，我既然敢把你放在我表弟的身边，自然是有把握的。赵小驴真是侯爷之子吗？你既然让我知道了这个秘密，也压根没打算跟我履行5年之约吧？5年之期一到，恐怕我前脚刚走，你后脚就会派那个高手锤死我。跟着赵小驴，日后某天你的成就当直上青云。男儿在世不求名垂千古，起码轰轰烈烈方为此生无憾矣。高大人，我虽贪慕功名利禄，但比起自由，做一个侯爷之子的家奴，我秀才不屑。秀才的话说完，高思远非但没有丝毫不悦，反而一脸淡淡的笑意。纵使以秀才桀骜不驯的性子，看到这货一脸的笑意，也忍不住胆寒。
不错，这些年你虽为恶，心中却不失男儿气。那我问你，侯爷之子固然金贵，可你觉得这西西天下，明里暗里那么多势力都在不遗余力的寻找侯夫人和她的遗孤，而且一找就是20年，这正常吗？他究竟是什么人？他是侯爷之子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而其他的，以目前你的能力还没有知道的资格。至于你说的家奴，我不妨告诉你，你所谓这家奴的身份，他日也足你藐视天下苍生了。秀才沉默了。人生在世，若有机会，谁不想堂堂正正的站着？谁不想轰轰烈烈的活着？谁又不想踏踏实实的脚踩黄土，仰面苍穹？好了，你身份的事，此次已为你解决。从即刻起，你不再是黑风寨那个二当家。原来的秀才，我已下了通文公告，并于昨日问斩于城门前。此番你回去，司马南征那里，我会与他讲明。好了，你回去吧。那个大人，回去有些远，能否安排个马匹？要不要我差人一掌送你回去？离开县衙后堂，秀才独自走在回军营的路上。此时他的心情格外的好，天空很蓝，连微风都透着淡淡的清爽。能光明正大的行走于天地之间，一个字，真特么顺。一嗓子吼完，不顾周围众人诧异的目光，只见他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，哼着不着4/6的小曲，昂首挺胸，提臀跨步，那架势，那状态，那神情，何止一个爽字了得。王张啥寡妇来着？猛然间，他眼角的余光瞥到了一个略微熟悉的身影。之所以说略微熟悉，是因为他在山泉村见过这个寡妇，但却连人家姓什么都没记住。奇怪，这里可不是桃花镇，这特么可是县城，离山泉村那么远，她一个寡妇来这里干什么？正当秀才一脸疑惑的时候，却猛然注意到一个细节，那就是这个寡妇竟然和他出自同一个方向——县衙。县衙，莫非山泉村出了什么事？他知道这寡妇是跟着赵小驴讨生活的，毫不夸张地说，他是赵小驴的人也不为过。可是眼下赵小驴离开山泉村半月之久，他不在山泉村帮忙做活计，身为一个女人，却跑这么远的县城来。王寡妇连喊数声，那道身影却没有一丝回应，只顾自的低头赶路。我操！王寡姐，我刚刚喊你数声，你咋还装听不见啊？待那人回头，正是李寡妇。人生地不熟的丰台县突然被人拉住，李寡妇一惊，随即便看清来人，不是那杀人不眨眼的黑风寨二当家，还能是谁？当日他可是亲眼目睹了这货2刀差点将天都砍破了的。虽然这货现在跟了赵小驴，但并不妨碍李寡妇记恨这货2刀将赵小驴震吐血的事实。哼，你刚喊老娘啥了？我咋没听见？我喊你王姐啊。老娘姓李，你把老娘姓都改了，还怪老娘听不见你喊我。活了这些年，除了在赵小驴那，秀才这是第2次怂了。跟赵小驴在山泉村的时候，他分明见这寡妇端庄温柔，性子温和，对赵小驴的话那是言听计从，乖的不得了。怎么到自己这就直接小猫变猛虎了？那个王姐，你咋还跑到县城来？我哥在军营脱不得身，你有啥事我能帮忙不？沉吟片刻，李寡妇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清楚。原来赵氏夫妇自牢里被放出后，听说赵小驴新房子落成，当下跑去一看，矗立在眼前的那一排铮明瓦亮的大瓦房，当下难受的心眼子都被血栓堵死了。不是因为良心过不去而难受，恰恰相反，他们是因为嫉妒以及恨。俗话说，嫉妒与恨最易让人丧失理智，此话一点不假。当下那对奇葩夫妇便跑去赵小驴新宅，日日哭闹，哭来闹去也就一句话，让赵小驴还了那19年养育他所耗钱财，否则就吊死在他们家大门口。若是仅仅因为这些，我也不至于跑到县里来。前几日小妹在路上行走，那小赵氏趁其不备，将小妹推到了旁边的河沟里。不知为何，现在的秀才只要听闻与赵小驴有关的事，都会格外的敏感。闻听此言，一股无名的邪火隐隐在心中窜动。小妹可是才2个月的身子啊，加上之前在赵家生活那几年，身板底子还没恢复，至今小妹还躺在床上，不给大夫，现在日日都在想办法为小妹保胎。而那赵氏一家还是天天到门前哭闹，这一家都疯了，谁劝骂谁。实在无奈，我去了镇衙门，但是那狗官不作为，无奈我才驾着小驴的牛车跑来县城。听闻李寡妇这番话，直气的秀才隐隐感觉胸腔都要炸开。且不说赵小驴与他未来成就而言有什么意义，单就这件事就勾起了秀才心底最原始的暴戾之气，那是一股来自他幼年深埋心底最黑暗角落的恨。此事我去了结，那赵氏夫妇当诛，他们不死，我秀才心间难平。王姐，牛车太慢，你将小驴的牛车赶去县衙，就说是赵小驴的，我去租辆马车，我们这边回去。等等，这牛跑得比马快。